今天的中国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和绝望。路透社最新披露的一份调查，狠狠地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政治紧张、疯狂的内卷，以及经济增长的急速放缓，正在彻底摧毁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。5年前，外企还把中国视为世界工厂，而如今，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25中国商业报告显示，外企的乐观情绪已经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正在被全世界投资者抛弃。报告的数字冰冷刺骨。2024年，中国市场里的美企有 71% 勉强实现盈利。乍一看，好像比2023年的 66% 要好一点点。但请注意，这只是表面。制造业还能挣扎着撑住， 80% 的公司还能盈利，但服务业已经沦为惨烈的修罗场，只有 55% 的公司能活下来。零售业呢，也只有60%出头。更讽刺的是，虽然 57% 的公司去年营收增长，但他们看未来几乎全是绝望。64% 的公司预计2025年营收会被新一轮关税拖垮，只有 45% 的企业敢说今年收入还能增长。这是历史新低。换句话说，超过一半的美国企业已经不相信在中国还能赚钱。更绝望的数据是，只有 41% 的企业还对未来5年在华前景抱有乐观态度。连续4年下跌，而且创下新低。制造业最惨，只有 36%， 几乎没人敢看好。即便是零售业，勉强也只有一半的人说还有希望。这就是赤裸裸的信号，外企的信心正在被一点点掏空。还有一个比这些数字更刺眼的现实，只有 12% 的企业把中国当作他们的首选投资目的地。想想看，10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？接近 60%。10年前谁不想来中国？市场大，劳动力便宜，政策支持，消费潜力无限。那时候中国是外企的梦工厂。可现在连1/10的企业都不愿意把中国列为首选。这不是下降，这是坠落，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投下的不信任票。关税战加剧了这样的趋势。今年4月，美国总统川普掀起了所谓的解放日关税，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惩罚性关税。中方不甘示弱，立刻展开报复。表面上看，最近双方好像同意暂停部分关税90天，但企业心里明白，这只是临时止痛片，病根本没动。外企最怕的不是关税今天加，明天减，而是这种不确定性。这种摇摆的政策让企业根本不敢做长期规划。建工厂要几年，布局市场要10几年，但政策说翻脸就翻脸，谁敢赌？更糟糕的是，如果美国真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，将近 70% 的企业都会遭受重大打击。制造业尤其是首当其冲。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大规模的撤离，意味着中国将彻底被踢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。报告里还有一组更让人窒息的数据。2024年，只有 23% 的企业增加了在华投资，却有 26% 的企业选择缩减。这是历史上最冷的投资潮。今年预计只有 22% 的企业计划扩大投资，却有 25% 明确说要减少。投资的天平正在悄悄向撤退倾斜。更惊人的是，真实的行动，过去1年 47% 的企业把原本要在中国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地区，这是自201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接盘的几乎全是东南亚国家，越南、泰国、印尼。中国曾经以为自己是无可替代的，可现实是资本用脚投票，生产线能搬，市场能转，供应链能重组。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唯一选择。过去中国是世界工厂，
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双轨策略，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还留在中国生产，但面向美国和全球市场的产品已经偷偷转移出去。这是外企最真实的生存智慧，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，哪怕多花点钱，也要分散风险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中国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，关税、政策、地缘政治，哪一样不致命？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是最悠久的年度调查之一，今年有254家企业参与，涵盖制造、零售、服务。可以说，它代表了在华美企的真实心声。而他们的心声很简单，我们对中国没信心了。这是最可怕的地方。一个国家最怕的不是经济暂时下滑，而是投资者彻底失去信心。信心一旦崩塌，资本会用最快的速度逃离，市场会一夜之间萧条，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地废墟。中国正在一步步逼近这样的结局。要知道，外企不仅仅是投资，他们更是中国就业的支柱之一。根据商务部的数据，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国超过20%的就业岗位，在沿海城市，这个比例甚至更高。当外企一个个选择缩减甚至撤离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业潮。一个工厂搬去越南，就意味着数千名工人失去饭碗；一家零售巨头关掉在中国的门店，就意味着数百个家庭顿时陷入困境。根据中国社科院2024年的研究，仅外资制造业撤离就可能导致至少300万个岗位的消失，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经济本就处在衰退期。IMF 在2025年最新预测里，把中国经济增速下调到不足3%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悲惨的增长预期。国内的就业市场已经一片哀嚎，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中年人被裁员，年轻人躺平摆烂。如果外企再继续撤离，这个就业的冰川将彻底崩塌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失业可以再找工作，消费至少还在。但事实是，消费也撑不住了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2.8%，创下近20年来最低水平。与此同时，居民储蓄却飙升到超过30万亿人民币，人们宁可把钱放在银行，也不愿意花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害怕，害怕明天会失业，害怕收入不稳定，害怕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的窟窿越来越大。而外企撤离更是雪上加霜，很多外企带来的不仅是就业，还有相对体面的工资和消费能力。一旦这些岗位消失，大量中产直接被打回穷人的原形。一个个家庭不再去商场消费，不再换车，不再买房，消费市场就这样被一点点掏空。外企撤离带走的可不只是工厂和资金，还带走了中国最宝贵的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。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，因为全球企业把核心环节放在这里。但现在产业链正在被拆走，苹果把一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和越南，耐克和阿迪达斯把代工厂迁往印尼。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，过去一年，47%的企业把原定在中国的投资转向东南亚，这是最直观的证据。资本和订单正在一车车、一船船地离开中国，开往越南的海防、印尼的雅加达，甚至墨西哥的港口。更致命的是，这些转移一旦完成，几乎没有回头路。企业不会为了中国再冒一次风险。哪怕东南亚国家效率低一点，成本高一点，企业也认了。因为最怕的不是成本，而是不确定性。这就是问题的核心。中国正在失去的不只是资金，不只是就业，不只是消费，而是全球对中国的信任。
一份2025中国商业报告告诉世界，只有12%的企业愿意把中国作为首选投资地。这背后的意义是，中国正在失去可预期的稳定性。信任就像玻璃，摔碎一次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当外企发现在中国投资随时可能被关税、政策、地缘政治绑架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等待，而是逃跑。因为资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，资本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。有人说这只是短期的摩擦，但请看看现实，中国2024年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，创下7年来新低，资本外逃正在加剧。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9个月低于荣枯线，产业信心正在熄火。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8%， 房市彻底塌陷。IMF 下调中国未来5年的平均增速到 3% 以下，而过去中国是年均 10% 的增长神话。所有的指标都在指向一个事实，这不是短期摩擦，这是长期衰退。更可怕的是，外企的撤离是不可逆的，一旦他们走了，就不会回来了。供应链断了，就很难再重建。资本逃了，就不可能轻易回来。信任崩塌了，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。外企撤离，就业下滑，消费萎缩，企业破产，税收下降，政府财政吃紧，再加税，再收紧政策，更多外企撤离。这就是一个可怕的循环。而中国正在这个循环里越陷越深。未来5年不是希望的5年，而是更惨的5年。外企走了，中产没了，消费塌了，财政空了。到最后，留在中国的只有一群没法走的小企业和苦苦挣扎的普通人。这就是上海美国商会报告背后真正的含义。它不是一份冷冰冰的调查，而是中国未来的病历单。而诊断结果只有一句话：中国正在失去未来。